鲍勃又给汉堡店添置了新装备，一台汉堡老大台式游戏机。他可以自信地说，自己以前玩这个游戏可谓是校园制霸级别。一说年轻的自己，那怎么会是一个酷子了得？这新机子赚的钱绝对够买一个新的通风罩了。然而家人们却非常的异想天开，打算拿钱去上什么航空课，甚至吉恩还打算买个机票来个放屁岛一日游。一家人挤在机子前观看鲍勃激情对战，虽然死在了番茄酱手下，但鲍勃还是获得了排名。吉米看得心痒痒，也走了进来。鲍勃向这家伙下了挑战书，吉米一头逼进去，就开始用娴熟的手法对着游戏机一阵按摩，嘴里还骚话不断。干，我们可是儿童频道。调教风声间，吉米拿到了30多万分，家人们瞬间对吉米夸赞不已，这让老鲍面子往哪儿搁？吉米笑嘻嘻的告诉鲍勃，下次发现自己擅长的事儿再叫自己来吧。说完就留下了自己的名字，功利的鲍勃。鲍勃此时一点也不嘻嘻，要是不打破他的记录，这个名字就会一直挂在上面，等自己赢了一定要写吉米佩斯托是个大傻叉，连差劲儿都不会写。琳达觉得这都要斗气，太小孩子气了，拔了插头应该就会重置了，结果重新一插，一整个差劲鲍勃都飘在了屏幕上。鲍勃还是决定像个男人一样靠自己的力量去赢，一把嘛绝对轻松拿下。抱着这样想法的鲍勃发现自己显然是太自信了，一直打到汉堡店关门又开门，他还站在机器台前当干弟，不是琳达叫他，恐怕这脚都不带挪地儿的。鲍勃一抬头就看到了对面异常嚣张的吉米，琳达希望鲍勃别和那家伙置气，不然和小孩尿尿比赛有什么区别？说这个鲍勃更气了，自己确实尿不过他，还被淋了一头，所以琳达才说不要去在意吉米，不然只会越来越上头。只听鲍勃一声惊呼，众人都以为他超过吉米了，结果只是超越了自己的8万分。好吧，至少真的有进步。鲍勃现在有点停不下来了，甚至连自己的手都变成了捏手柄的形状。泰迪让他小心点，不然怕是会得腕管综合症。鲍勃寻思，这和百度一下自己得癌有啥区别？自己肯定只是脱水抽筋了而已。结果他惊恐发现自己连水杯都拿不起来了，自己该去看医生，不然没法接着打游戏。琳达觉得鲍勃没救了，直接收拾收拾去隔壁躺着等火化吧。去了一趟医院，医生给鲍勃的手绑了护具，还这么一眼看过去，还觉得蛮酷的。鲍勃觉得自己都有止痛药了，还能再战800年。琳达不信医生没让他停止玩游戏，因为这老小子一说谎就对眼儿。救不动鲍勃，琳达也不劝了，玩死你算了，你怎么不去取那个游戏机呢？老公昼夜不分的玩游戏，琳达虽然嘴上说着不管，但转头还是将游戏机给卖掉了。鲍勃直呼不妙，差劲鲍勃还在机子上，自己得想尽一切办法去刷新记录，不然真得气死了。琳达希望他冷静，自己是爱他才让游戏公司回收游戏机的，就像自己之前入坑瓷娃娃被他没收信用卡及时止损一样。鲍勃此时是耳朵一闭，什么都听不进去，只能追在车子后面大喊：燕子，没了你我怎么办呢？旁边的吉米冷哼一声，接受事实吧鲍勃。一旁的小粉提示鲍勃可以去家庭欢乐时光看看，那里有全镇的2手游戏机。嘿，赶巧了，鲍勃一来就看到了自己家那台机子，前脚刚踏进去就被门口的老大爷拦住了。那家店成年人想进必须有小孩哥陪同才行。鲍勃和保安大战18回合打不过，只能回家。他要带孩子们走，但是不能让琳达知道，所以他只能说这是秘密。琳达最喜欢秘密这个浪漫的词儿了，以为鲍勃要背着自己带孩子们去上航海课。孩子们总觉得大文上航海课很奇怪，果不其然被老爸拐到了电玩城，但是他们并不介意，哪个孩子能拒绝电玩城的诱惑呢？进门前鲍勃故意让孩子们大声告诉保安他们是自己的孩子，看到保安错的表情，鲍勃爽了。他买了一堆游戏币，结果只分给孩子们1个。路易斯白眼一翻，太抠了吧，与其去那地板上找人家落下的币，不如去蹭那边的儿童派对。孩子们贴心的给3孩子分了蛋糕，问他们在哪儿认识自己好大儿凯文的。3人那是各说各的，不亦乐乎。这头的鲍勃全神贯注的打着汉堡老大，一个小男孩忽然钻出来，提醒他3秒后左上角会有番茄酱出现。鲍勃惊呆了，这小子背板儿，刚出场的脑子就是好使哈。看着男孩书包上的名字，鲍勃惊觉自己遇到大神了。这个名为达瑞尔的男孩竟然是这间电玩城所有游戏机的榜首，堪称游戏之王。鲍勃救助了他，想要请求帮助，自己已经在29关被鸡腿卡了3天了。聊了2句，达瑞尔才知道眼前这个男人就是榜单上的差劲鲍勃，并且始作俑者还是一个叫做吉米的男人。在学校时常遭到欺负的达瑞尔瞬间感同身受，打算帮自己的忘年交出这口恶气，但鲍勃不愿意让他代打，只希望他能从旁帮助自己。达瑞尔同意了，但前提是他得帮自己去把校霸泰勒打一顿。一个中年男人有求于小孩，所以得去打一个12岁的男孩，说出来都觉得好笑，但为了抹出差劲鲍勃，鲍勃只能同意。回到家的时候，琳达询问孩子们今天学到了什么新知识，鲍勃着急忙慌的将3人脑袋上的派对帽给摘了下来，默契的互相帮对方做假证。接着第2天继续往电玩城跑。吃完药的鲍勃觉得自己此刻容光焕发，汉堡老大也从屏幕里钻了出来，夸赞他干得不错。达瑞尔觉得这老小子不对劲儿啊，因为嗑了太多止痛药，鲍勃已经出现幻觉了，注意力也不能高度集中。达瑞尔让他背着自己做康复训练，想要成为电子游戏高手嘛，这些都是必须的。达瑞尔就像一个教科书级别的攻略，他在前面通关，鲍勃就在后面拿小本本背板。孩子们也每晚去蹭儿童派对，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。日复一日的经历让3个孩子混成了派对交际花，鲍勃的得分也逐渐往上提，直到孩子们吃了9个蛋糕，开始感悟人生真谛。他们开始觉得空虚了，或许只有更大的派对能够满足
足他们。他们往前走了没多久，就看到了隔壁的游艇俱乐部，正巧里面在举办游艇会长舞会。这头的鲍勃也迎来了自己任务的大 boss， 系上头巾，他就得去迎战12岁的泰勒了。达瑞尔还教他，大喊打人时间到了，冲上去更有威慑力。鲍勃向来是以理服人，他在中间一搅和，泰勒更想揍达瑞尔了，于是趁着鲍勃昏睡，他动手了。惊醒的鲍勃误将泰勒看成了那个害自己卡关的鸡腿，其他小弟也是无一幸免。鲍勃在电玩城大闹了一场，追着泰勒就冲了出去，玩起了城市跑酷。泰勒无处可逃，躲进了潜艇俱乐部，找自己西装革履的老爸，让他救自己。鲍勃在冲进来的一瞬间就被保安给摁倒了。听到潜艇俱乐部联系自己时，琳达别提多高兴了，还专门打扮了一番，只为圆自己的水手梦。结果赶来以后，面对自己的却是挥舞着船桨，将房间搞一团糟的鲍勃。至少鲍勃疯了，还能将琳达看作公主，没对她下手。从孩子们口中，琳达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巧的是，泰勒的父亲就是潜艇俱乐部的老板。更巧的是，吉米是这家店的会员候补。他端着酒杯，抽着雪茄走进来，想要开嘲讽，结果却被琳达痛批没品，一把年纪了还玩尿尿游戏。陪审团一听，觉得吉米这人挺没品的，收回了之前的候补。吉米手上的雪茄瞬间不香了。琳达从台球桌下面将自己的窝囊废老公给拽了出来。第二天清醒以后，鲍勃立刻滑跪向老婆道歉。琳达已经消气了，他想了想，幸好孩子们没去上什么潜艇课，谁想和那群趾高气扬的人一起登船啊？算了算了。达瑞尔这时候走了进来，他感谢鲍勃的帮助，看样子泰勒以后都不会来欺负自己了。鲍勃轻咳一声，告诉妻子自己也不在意什么榜单了，自己长大了。结果转头就给达瑞尔塞了一把钱，让他帮自己刷新榜单。好吧，看样子面子还是大于一切，只能说吉米欺负鲍勃那算是踢了。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，这里是草泥影院，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关注和支持，下视频我们再见。